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进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义中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今天礼拜二，礼拜二的时候，很多人都习惯看周刊，今天有什么要爆料的吗？跟金华城这个案子到底会怎么样？当然，整体来看的话，如果就全球局势来看，川普大概1月下旬的时候，1月20左右，如果要就任以后，乌克兰战争是不是真的很快就结束？那要结束当然容易嘛，一边投降就结束了，真的要用这种方法吗？川普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好，你会关心这个全球局势，可是对国内来讲的话，当然金华城这个案子，今天的媒体的所有的一切爆料，义善是，我就直接问一个，这一段我个人觉得蛮匪夷所思的。开庭的时候说要黄国昌接党主席，开庭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媒体会有这一段？难怪会被法官说无视人间律法嘛。柯文哲是非常喜欢聊天，非常喜欢碎念，不管是任何场合， OK， 他只要活在自己的那个境界里面，他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结果今天周刊就报道9月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可能会被关到死啊，关到羁押到什么时候？还有好几个案子，好几个案子嘛，所以他认为说整个党要交给黄国昌。这个跟4月的时候上个礼拜李珍秀讲说，4月如果说柯文哲说我如果身体不好我就要把棒子交给黄国昌。这个风声跟所谓李珍秀的这个风声，《镜周刊》今天写的，活生生的叫做密照啊，光明正大牌匾后面的那个密照，终于现出土了。结果呢，其实是黄国昌在释放风向球嘛。从上个礼拜，其实包含今天的《镜周刊》，是不是黄国昌认为柯文哲在所谓的11月29号请假3个月的期限之前，他必须释放这些风向来探视党内对于他接党主席的这个意见，所以才释放了这风向球。对，如果你说李珍秀那一段比较像是放风向，但今天媒体这一段讲那个柯文哲在庭上讲，这跟黄国昌会有什么关系？我要讲的是说，周刊报道，所谓的周刊叫1个礼拜1次哦，所以是不是上个礼拜就有人去跟周刊讲了这个讯息嘛？因为所谓11月29号的这个日期快到了嘛，没想到党内风向不好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矫诏，以前矫诏叫假的皇上的命令，这个东西要被杀头了，果然被林富南说你是矫诏嘛，所以林富南跟整个中央委员会就开了所谓的中央委员会议，要求柯文哲继续请假下去。等一下大家讲说这个继续请假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但是你表示你黄国昌的操作失败，为什么说操作失败？第一个，你要顾命大臣要顾好啊，皇上一定会指定一个顾命大臣，他这个意志都会透过这个顾命大臣来传递嘛。而皇上的顾命大臣是谁？柯文哲的顾命大臣是谁？就是林富南嘛。林富南从创党的时候就是柯文哲的指定中常委，包含我也是指定中常委。指定中常委、中央委员是什么意思？柯文哲有权利指定3位的中央委员而他这一届只指定了1位，叫做林富南。而林富南不用选举，但是他负责什么？因为中央委员有募款责任额，他在南台湾算是经济不错的人算是观光业处理的不错的人，所以有些中央委员募不到款，都是林富南来帮忙的。所以他等于是柯的嫡系人马，帮他去控制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所以你黄国昌要传这个矫诏传这个诏命的时候，你应该先跟顾命大臣讨论嘛。结果林富南看起来是不顾所谓的黄国昌的这份矫诏，而直接开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议，直接要求14名中央委员全部要求柯文哲继续请假，而继续请假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啊！哪有人叫继续请假？今天就有律师说你继续请假这件事情，你政党还是要受内政部的政党法规范嘛，你继续请假也要呈请到所谓的中央委员会的内政部中央所谓的内政部里面去，你政党的所有的会议记录都必须内政部要监管嘛，所以你这个所谓的请假，柯文哲本身又没请假，你中央委员会议怎么可以决定柯文哲可以继续请假3个月？如果你出了这个会议记录，你是不是伪造文书罪？这个东西，民众党自己要讲清楚而民众党的党章写得够清楚吧？民众党党章其实就是规定
主席如果因故不能再执行业务的时候，6个月要补选党主席嘛，而且中间这个期间由中央委员来推派，中央委员会来推派这个代理党主席嘛。其实其他政党，包含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有所谓的主席出缺的时候啊，也是按照这样的制度在进行。为什么民众党不能按照这样的制度进行？6个月内补选的意思是说，我给你柯文哲请假3个月，算是对你柯文哲最大的礼遇，因为整个党中央必须不办理所谓的补选的这个进程嘛，必须要有时间嘛。结果6个月请好请满，3个月加3个月，昨天决议再请3个月，到明年的2月28号，等于是不用补选党主席的，因为党章规定叫6个月内要补选党主席，党章明定的，结果你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可以这样子违背党章的规定，而黄国章爱加给谁里？他本来可以开大门走大路，按照党章，如果柯文哲11月29号没办法再请假的时候，你就由中央委员会推派你做党主席就好。因为整个民众党现在中央委员会有资格做党主席的，蔡壁如也不是中央委员啊，柯美兰也不是中央委员啊，唯一有资格就是你黄国昌，而你黄国昌不敢用开大门走大路，而用放话的方式，反而让整个民众党陷入了一个不只是一人政党，而是独裁政党的地步嘛，包含指定接班人，包含所谓的你这个党主席请假，都必须要听从柯文哲的决定，而党章视党章于不顾，那这个不是独裁政党。什么是独裁政党？一展，其实这一阵子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又开始查那个穆可的钱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穆可的钱的问题，今天也被媒体拿出来讲，穆可的钱会不会还涉及到一些问题？为什么最近穆可的钱的问题又引起这么大一些风波？对，羁押穆可跟裁定所谓的收押这个扣押穆可的这个账，跟所谓的扣押金华城的土地其实异曲同工之妙。扣押土地的这个裁定书，我们看到1500万是收受贿赂的部分汇款嘛，而1500万的用途是什么？我之前就有讲过，它最有可能就是在时间点上面，11月1号如果收了汇款，那11月2号成立众望基金会。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叫做李文忠嘛，那时候他是捷运公司董事长哦。如果李文忠被问你这个1000万是哪里来的，他如果不诚实交代，变成是他收受贿赂哦，所以他一定推给柯文哲。而推给柯文哲还有一件事嘛，10月14号，就是在收钱的前半个月，他们成立了一家叫穆可公关公司嘛。穆可公关公司的登记资本额多少？250万。1000万加250万加起来，差不多就是这1500万的钱。所以这1500万的钱是不是全部都交给李文忠去成立所谓的众望基金会，成立所谓的穆可公关公司？而穆可公关公司在选举期间不断的用所谓的假发票或假薪资的方法，或者是所谓的授权金的方法，把所有的钱洗进了穆可公关公司里面，而穆可公关公司事实上是就有一笔450万已经进到柯文哲的账户里面。所以如果李文忠吐实了，或者部分吐实了，柯文哲就有4个罪名嘛：1图利，2收受贿赂，3所谓的侵占，4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洗钱罪嘛，所以这种种的罪名会让柯文哲，如果李文忠吐实，让柯文哲会被羁押，甚至会被延押非常的久。让你听一下黄国昌委员对于今天周刊里面相关的一些内容，他是做什么样一些回应？来，你刚刚所讲的那个绿营侧翼，请容我再强调一次啊，台湾民众党有台湾民众党的制度，岂容这种绿营的侧翼说三道四？台湾民众党有台湾民众党的制度，岂容这种绿营的侧翼说三道四啊？介入本党的事务啊？够了没有？民进党政府，请容我再强调一次啊，够了没有？民进党政府。那刚那个绿营侧翼就是这个周刊吗？还有李珍秀。还有李珍秀，你这个李珍秀讲的啊，比较多。李珍秀讲的啊，那时候要传位一个给这个国昌也。因为我确认他就是讲绿营侧翼。黄国昌人跟人的相处能力啊，跟人跟人的辩论啊，能力很弱，口才很差，他只能对机器，冷冰冰的，真的。你说直播吗？不，因为人哦，词穷就会重复讲2次3次嘛，哈。今天重点是什么？重点你就只会扯民进党，重点是。你大嘴巴嘛，或是你的助理大嘴巴嘛，未来的这个立委嘛，备位立委，
你急什么嘛？我浙江人嘛，就叫浅脖子，就是忍不住，你知道吗？你就坏事嘛，你急什么？很急躁，你知道个性嘛，急躁，那咆哮急躁。可是他刚才表现出来就是。你们刻意就是要弄我的感觉，不是？然后你们够了没有？你们就是一起来说三道四，讲民众党这些事，是你挖坑给自己跳。你都从头到你不要讲政治，然后你不是忍住，你从来没有讲过官司内容，你就忍住，你政治也这样。所以我们讲柯 P 的政经分析啊，政乃党主席的抢夺，然后这个经济乃贪污的钱，好吧？就这么简单吧？柯文哲的事好。然后今天呢，你不看历史的故事，你知道？林彪怎么挂的啊？林彪，你还记得窦导刘少奇后来开始说指定接班人林彪当副主席啊什么？那林彪就喜出望外，又好像港剧你们看过华视人那黑道老大，然后那个陈慧敏演的嘛，华视的啊，我老了，我身体不行了，那就跟好几个人讲，你来接，然后他看有些聪明就不动，那有些比较调掰的，就是像黄国昌跟林彪跟这华视人一样。就是我啦，到处招兵买马，看笼络人心，被干掉一定是你嘛。那有些比较调掰的，就是像黄国昌跟林彪跟这华视人一样，就是我啦，到处招兵买马，看笼络人心。被干掉一定是你嘛？他女朋友还是远走美国的戏，这个戏看过吧？哈，港剧。同样的，今天哦，这是劝那个不要坐那个飞机哈，叫劝那个黄国昌，林彪怎么被打下来在蒙古，飞机嘛掉下来，被毛泽东打了，急什么嘛？就政治可怜嘛，网红没有任何纵深，没有任何思想，我就想要我就这样去弄，忍不住就弄一下粉身碎骨嘛，谁获得胜利？顾命大臣谁？刚刚张一善懂这个嘛？我再补充一个人，叫李伟华。我就不让你做。林富南跟李伟华，他们现在是3个人是紧急应变小组的，对啊，3位嘛，不让你做啊。然后谁赢？黄珊珊大赢啊，皇亲国戚派大赢啊。你死无葬身之地，接下来处境就非常艰难。没有他，这个是党主席的问题。对，新呢？经济很简单，大水库理论。请问粉碎水库的集水区来自于南势溪、北支溪以及不知名的各个野溪，对吧？那你也一样，冷钱包、海内外账户、沈清金的汇款，所有的钱，然后以及那些 USB 那些大佬捐的钱，那就是一个集水区的概念，就大水库这个概念嘛，不是吗？然后多少钱呢？民众党的钱、木可的钱、政治现金的钱、基金会的钱，全部和在一起。好，然后呢？我先讲这个钱怎么来，再讲人谁指控他，所以他现在很惨嘛，那万劫不复的地步嘛。现金怎么收？现金我就先收起来，到我老婆跟我的儿子的账户，这个是和牛 A 啊，这个最好用的钱，最有用的钱，你知道 B， 然后我选举不得不募款，我认为小草募款几千万有给他，好，无名氏或有小草真的捐几千万就有名氏，我就照列200、500等。可是无名氏的钱，我认为很可能是金华城或其他见不得光的汇款的钱。大家现在在讨论最多的是那个没有名字，然后10万以下，尤其那个捐99999，然后一定要找1块的那一种。对，那些钱到现在为止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捐，而且无法理解，而且蛮多人这样捐。那个有点是在示意我捐的钱是我的，9999，一般的人要捐都是10万块。不是，你不会去拿10万跟人家会找他几口，这很难嘛。99999，我认为是铜钟白以下的，那 A 咖 B 咖，我找人头捐给你，金华城 OK。然后可是这个才3000多万，这3000几个人好搞，可是你不要忘了9999。我提醒观众啊，这有18000万呢，开玩笑，18000万，你几千万真实捐，他是有4亿，对不对？他是不是募了4亿？说花了3亿嘛，3亿很多灌假发票，还一直灌，我认为他募了4亿啊，当然真的可能没有募了4亿，还有些脏钱进来，总共至少在这方面凑了4亿。可是重点是我认为他只花1亿多，都是灌钱，双黄几百万灌几千万。他做的事花的钱都在作弊，都在污钱，都在背信。好，这些钱，那他一定要把它洗成木可才好用。木可再进一步，本来就变成自窑，都没有人去告，没有东窗事发，那就等于是政治现金的钱，捐给民众党的钱，就跟
现金一样好用，因为政治现金这些钱对不对要只能够进入专户里头对，然后指定很难用使用，所以很难用，所以就要到一般的公司去，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急转直下这几天都在讲3800万？哼我认为李文忠至少部分咬嗯他哼，李文娟早就讲了嘛。所以你看哦，他的几条罪，洗钱谁咬他？李文忠咬他；背信谁咬他？李文忠、李文娟咬他啊。然后这个图利彭正生、吴顺民咬他，然后收贿朱雅虎咬他。那政治现金李文忠、端木正咬他，黄珊珊再看，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黄珊珊就是一个问号。所以这些四面八方人都咬死他。我认为他极难脱身。我觉得从政治跟经济方面，我觉得都是一场空了。OK，今天周刊里面的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直其实问一个问题就知道，木可真正是属于谁的？谁是实际的负责人？最终的受益到底会是谁？你只要把这个谜底给解开，大概就很多都可以的。当然，你看名字，很多人才看名字也知道。但是法律讲的是证据，不是看了名字他就是这个样。不然应该叫木子，对嘛？这是不是应该他们叫李文忠嘛？你不管怎么讲，好，你还记得我们常问这个问题？今天的周刊报道，检联从相关LINE的对话认定木可实际负责人就是柯文哲。检联等于是在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解答这个的话，有很多中间一些的过程，大概就可以了解。好，那他是怎么去认定柯文哲是实际的负责人，然后李氏兄妹只是人头呢？基本上那个对话，媒体上面有报道，包括李文忠、李文娟之间一些LINE对话，意思就是那是以前的对话，不是单纯我现在问。各位，你知道如果检察官那个起诉书如果出来以后，你单纯只是办案以后，我现在开始问，会有很多人说你就是压人取供。他现在不得不说嘛，我如果从你们以前的对话去往回头看，你大概就不能说是我现在这样做的。所以是不是包括他们之间的一些LINE的对话？可能你可以看到一些，譬如说，那木可接下来那笔到底要怎么啊？那我要问问看，那柯主席要怎么决定，或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对话？他是从这里面的对话去说柯文哲是实际的负责人，李氏兄妹是人头，然后说木可的公司的资本额250万啊，资本额250万是不是跟汇款有关？涉及到洗钱罪，依照政治献金法的规定，木可在竞选期间用这些包括柯文哲 KP 的名义办理演唱会跟卖商品，收的款项都属于法定的政治现金，要存进专户并且申报。但是柯文哲在存到木可的账户，还以肖像权授权费名义收了450万。这笔柯文哲事情发生以后，他又讲说，你们有汇450万吗？他说他不收这个钱，要退回去。OK， 那还有支付李文忠这些人薪水的名目侵占，涉及到刑法335条侵占公益款罪。那检联查的是包括审计的汇款流向民众党跟柯文哲政治现金的专户，其中250万是拿来成立木可公司。那让柯文哲除了原有的图利罪跟违背职务受贿罪以外，另外被列为洗钱跟侵占公益款的被告。周刊报道的这一段是我刚刚一开始在问易善的那一段，柯文哲遭羁押，才羁押半个月，还不是延押哦，是一开始羁押，所以是9月中左右。他预判案情走向可能会对他不利，在庭讯的时候脱口说出一人政党开始，不能一人政党结束，我一定要辞党主席，要黄国昌接任，我再来北市科，再来由北市科台智光，一个案子如果押我4个月，我不知道要几年。义夫，好了，易善说柯文哲就是喜欢 murmur 嘛，他喜欢讲，但你开庭讲这个东西，而且要讲得这么完整啊，我再提醒一次，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又有上下引号？义夫，他又是上下引号，一人政党开始，意思是说柯文哲讲，如果我这样一直站在党主席位，我如果一直被这样案子搞，那这政党，因为我如果要是挂的话，就挂掉了，是这个意思？是啊，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嘛，因为他其实那9月18号，我也有一点纳闷，因为9月18号距离现在蛮久了，他9月5号羁押，对，换言之14天他就讲这一句话了，而且到现在才爆出来，对。那这句话刚好又在民众党里面代理党主席的请假3个月到期前，所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嘛，是不是很刻意的放出来的消息？很刻意放出来的消息。你看前有李珍秀，后有周刊，你看那接连的在释放这一个讯息，这个就让人觉得有点纳闷，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出来
9月18哎，那周刊上面写的是9月18号哎。如果你说11月18号，那也就认了。9月18就讲，然后现在出来，以周刊在写这些讯问过程的内容，还记得有一次那个上面那个严押庭里面，黄静莹学姐的那一段讲话的。你看那个周刊描述是这个郑律师几个律师在里面说啊，脸色一变啊，说什么还描述那个脸色。你这个是9月18号，现在怎么才爆出来？这一定是某种程度上刻意的嘛。然后我们又看到了北检不便回应，对这件事不便回应。那我每次看到那个北检不便回应，就感觉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有这么一回事。不是你们这样搞得大家都很难做事。我不回应，你们就讲说，好像真的，所以一定要等到我说那子虚乌有，那空穴来风，毫无实质，那才表示没有。否定就否定，这个很难回答，就不便回应就比较像。对啊，然后看得出来，这个时候放出来，当然指定黄国昌。黄国昌一定会害怕嘛，所以这个时候你消息出来就是说我辞，然后给黄国昌，对，还点名黄国昌，然后黄国昌一定很紧张嘛，因为不管昨天中央委员会怎么开了，我说14个人，我只想问一句话，谁敢说，柯文哲29号请假到期以后，我们要推代理党主席，谁敢说？我相信没有人敢说，然后被点名的代理党主席一定也不敢说好，我来接。不要忘记啊，柯文哲还有一群人在那边呢，党代表在选举今天不是很多那个党代表用的是党主席唯一支持柯文哲，这个不能放弃柯文哲这么选党代表的政见。你说谁敢？一定不敢。对啊，但偏偏这时候跑出来，先有李珍秀讲黄国昌4月。那个我认为不成立啦，因为它的前提叫做健康状况，现在不是健康状况，是被羁押。然后你现在又传出来的是，我一定要吃，然后要交给黄国昌。我觉得现在你看黄国昌今天的表现态度，我要是黄国昌，我也很紧张啊，心虚。我觉得现在你看黄国昌今天的表现态度，我要是黄国昌，我也很紧张啊，心虚。不是现在的，如果说党主席到了，请假到了，我们要推代理党主席，那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背骨叛党。那黄国昌如果说代理党主席我接了，那个叫做夺位。现在谁也不敢背叛，谁也不敢夺位。所以你这时候这个消息出来，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却是在中央委员会礼拜1开会，礼拜2。那中央委员会原本礼拜3为什么要提到礼拜1？莫非有所听闻？有所听闻。然后呢，今天再看到的是林富南坐C位，然后大家都没意见对吧？还特别问黄国昌，他也讲说大家都很团结。然后包括他们的紧急应变小组，他跟那个黄国昌跟那个李伟华，他们3个人从来都没有过意见相左，大家都同意，有没有表现团结一致？在柯文哲越受难，他们越要团结这个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柯文哲受难，大家团结，但是你反过来看，那释出来的一些讯息都好像不太一样嘛，好像都不太一样嘛。那2月28过后呢？过后呢？我觉得一件事，其实民众党还蛮尴尬。如果1月5号前，北检真的起诉了，然后不押了，柯文哲放出来，然后代理党主席，然后任期还要进行党主席补选，就柯文哲放出来的，问你们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准备要补选党主席，因为我们党主席无法执行职务。我出来了，那会不会很尴尬？如果那时候接任代理党主席的人
正好进行那个补选过程，那柯文哲出来要怎么面对柯文哲？要怎么面对柯文哲？所以柯文这时候这一条消息出来，我觉得如果我们老谋深算一点啦，就我们枉做小人一下，柯文哲讲希不希望这条讯息露出来？是希望还是不希望？如果希望的话，他是真心真意还是在测试？我纳闷，不是都已经被羁押了，还要测试这些哦？羁押通常我都以为大家只想到我的案子怎么办，所以还要想到这么多这些能政坛的这些。没有希望，只剩党主席了，好不好？重视9月，9月，好不好意思，我是律师，我只是用律师跟当事人的角度看这个案子，好不好？你看9月18号讲，就是说之前里面北检已经分案的案子有多少件？对啊。你光看他告了多少件就知道了。北市科分案了嘛，金华城分案了嘛，然后雨果市场分案了嘛，8月12号那个政治现金分案了嘛，就是我们至少知道4桩案子在分案，台之光也分案了。好，台之光是陈崇文被办嘛，然后你突然觉得说，奇怪，你怎么只讲北市科跟台之光？纳不纳闷？我也蛮纳闷。雨果很危险，先不要讲嘛。雨果很危险，最危险就雨果，金华城第一危险了。9月18号谈这2个案子，而这2个案子大概是目前为止最没有动的2个案子。虽然有调资料，但我绝对相信柯文哲知道资料都调了干什么的。因为不要忘记了，从你们那个调查小组什么里面在里面讨论的时候，议员都知道。调查局调了台之光的职约啦，什么都调了嘛。然后也知道4月的时候早就被约谈一堆了嘛。那就很奇怪，为什么只谈这2个案子？不是，而且所以这一段讲话，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好，可是这一段讲话很简单，你只要等到如果北检真的是在1月5号以前，然后一般预估大概还会再早一点吧，可能不会拖到最后。如果要是真的起诉的时候，你看起诉书就知道，起诉书里面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论证，当然他不会把细到人家里面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后面。可是等到起诉以后，因为所有的资料，包括律师到时候都可以去阅卷，都可以看所有的这些东西，甚或要听相关的一些内容，到时候去看。但这整件事情，因为一直牵扯到柯文哲现在的状况，跟民众党的党主席跟补选，然后前几天，然后昨天你还看到所有的中央委员14个人一字排开，全部同意。没有那个请假的过程，一直被大家讨论很多，那个叫被请假，是那个被请假通吗？这个被请假那个画面其实是有缘由的啦。我觉得那个缘由在于说，这个李珍秀他投出一颗变化球要测试风向，结果没进到好球带。就是说黄国昌这个人，其实我们长期观察他，你发现说他很习惯当地下党主席，他喜欢这个位置，他喜欢在幕后做有实权但不用出面负责的这样的人。那他做这个位置呢，某种程度上，时间到了，他总得摊牌，到底要不要负责？那所以现在的情况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啊，以现在民众党的情况，如果黄国昌他表态说，他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如果按照党章改选的话，他会参选，我相信他党员也帮他鼓掌，我相信是这样子。可是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如果他要出来，他一定要万众拥戴，万民拥戴，他的造势那个温度要够高。他会想太多啊，他会要黄袍加身。我跟你讲，性格决定命运他总是会有一副说，其实我也是百般不愿意但是既然众卿都对朕如此的期待，那我不得不这样子，对不对？黄袍加身的这个过程，好，那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要酝酿。所以李珍秀，现在是他的主任嘛，也是备位立委嘛。你看他前面在媒体上浮上台面的时候，是以黄国昌的办公室成员，他在实习的身份。他突然讲一个说，柯 P 今年4月告诉我说，如果柯 P 身体不好，要传给黄国昌。左想右想都觉得不太可能，你知道吗？李珍秀显然不是柯文哲身边最近的那一群，但是这个话是只会对最近层讲的。
如果今天是橘子出来讲，我相信，但是李贞秀出来讲，我不信柯文哲会跟他讲，不是个咖。人家是一个距离比较远的人物啊，也是个人物，但距离比较远。李多惠可以参考，他喜欢李多惠，名字都像韩国人嘛。那在这个情况下哈，你说奇怪，为什么他这时候会跳出来讲这个大家觉得那个真实性有待考证的故事？但出来之后，你发现舆论感觉不是很好，很多人都吐槽嘛，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啊，怎么这样子，所以才会有那个14人举手啊。前面李贞秀一颗变化球出来，哎呀没进好球带怎么办？赶快举手，把柯 P 请假，让他被请假。反正他现在在里面，他也没办法跟大家说，我们也要继续请假。什么没进好球带？是丢爆头，还打到主持人脸很痛，那俩拱了柯文哲。第二天，黄国昌就主动的说他支持柯文哲继续请假。对啊，你反应不佳嘛，所以你看那个14个人举手，那个照片我看了，我觉得好像看那个《最后的晚餐》啊，大家心里都有想事情，每个心里都有想事情。好，那你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最后，等一下我问一下，犹大是谁？这个不要问，可能就是那个转背信时代力量那一位哦。这个大家自己发挥这个想象力啊。那你看，现在今天周刊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李贞秀跟周刊他们的消息来源看起来是接近的，因为他们讲的事情是统一了嘛，就说柯文哲要传给黄国昌，因为讲得好具体哦，讲得很明确哦，反正就接班人就是黄国昌就对了。那我想来想去也觉得不可能是北检啊，北检怎么会去找李贞秀讲这个？不可能啊！后面应该会有一个共通的消息来源，不同的线把这个消息在党内也放出来，在舆论界也用周刊放出来，再看看嘛。第一颗球，刚小平说爆投，但还可以投第二颗球啊。总有一天投到好球袋里面去啊！看伤多重，要不换主审？中央委员会不让你投了，不让你投了是。中央委员会那个林富南哦，跟国昌哦，我相信他们关系是好的。因为黄国昌维持跟社会贤达上流人士交际的能力哦，是大家无法想象的好。真的，你不要以为他在立法院里面咆哮啊，感觉很不社会化啊，感觉很不懂事啊，没有。他跟社会贤达来往的时候非常懂事，这个我听了无数曾经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说，他在这跟社会贤达交往的时候都是知书达理，非常客气。我看到活化石在点头，在新店跟建商吃饭是逐桌敬酒啊！哎呦，非常，所以我相信林富南跟他确实是融洽的。他问他说：“我们都意见从来都一致，对吧？”啊，跟他确认了国昌，对，你看。多么融洽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党内，我认为啦，现在的状况都说黄国昌要接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接得住，而且党内人也会把他拍手，甚至社会都会拍手嘛，哇，你承担责任。可是他的性格当中告诉他的是说，不要这样，除非万民拥戴，否则呢，我不会出来。那我要弄到什么正当性要够，所以以前这个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这个宋太宗。也有一个啊，这个金贵的盟约，对不对？就是说太后有指定，哥哥过世了，不要传给孙子，要传给弟弟。要照这个事，才不会被人家讲话，不然人家说你这个烛影斧身，好像不正当，对不对？血统派还没讲话，就是这个蔡小姐，所以这个风向球为什么要一直丢？这个球为什么要一直丢？就是要看清楚说，现在整个局势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他才出来。所以其实往后谁再出来讲说他听到柯文哲说要传给黄国昌，我觉得都不意外。所以其实往后谁再出来讲说他听到柯文哲说要传给黄国昌，我觉得都不意外，因为一定要测试到这个社会大众期待他温度够的时候，黄国昌就出来了。阿苗刚刚讲的烛影斧身，你可以去查一下，因为一直在传宋太祖到宋太宗，就是赵匡胤到赵光义，这之间到底是怎么传位的？到底他是怎么死的？很多人都在讲说那个过程他是被干掉的啦 ，OK？ 那个烛影斧身一直就在形容那个过程 ，OK？ 那圣经的那个故事呢？耶稣在最后一晚上跟12个门徒大家一起吃饭，
他最疼的一个门徒叫犹大 ，OK， 在过程当中他已经知道他第二天就要被出卖，然后他会被罗马犹太人抓了以后再去游街，接下来的下场会那样。他几次过程当中给犹大机会，然后再试图暗示着犹大，然后犹大每次被问到都装成没有啊，来吃饭 ，OK， 最后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 ，OK， 那这些在影射着或隐含着什么样一些意思呢？我不知道 ，OK， 可是这里头啊，很多的大家都在讲，为什么民众党现在当柯文哲讲说一人政党不能一人政党开始，一人政党结束，他真的是有要传位吗？他自己的案子他自己评估。会这么不乐观吗？民众党里面现在到底在原科的声音还有多少？还是大家在想的是未来后科时代所有这些事情呢？可是这里头你一直听到，来，今天有没有刚刚听到黄国昌刚直接点名的？民进党政府，其实他不只是点民进党政府哦，他要讲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你们到底还要压多久？你们到底还要玩这些游戏，玩什么侧翼啊，什么？你们到底还要玩到什么时候？好，这里面你们刚刚一直在讨论黄国昌，你的蔡姐总要有人讨论一下吧？啊，是不是？对不对？那蔡壁如不是也讲，只有他不会背过，他这是要讲谁？黄国昌。你这答案会不会太直接了？直接，真的。你觉得他就是要再讲他？其实黄国昌在这2天的新闻里面，尤其刚才小平讲到一个重点。他词穷的原因为什么一直重复讲？同样3句话讲6次，心虚了啦，心虚嘛。第二个，这个球丢出来，如同阿苗讲的变化球、畜生球，不管你什么球，就是没进好球带。那其实就是 test 你打击者打不打。但这些打击者认为说这一球可能是坏球，我不打，甚至于说你怎么会不挥棒试试看，搞不好打得中。像这种声音，其实在民众。黄国昌其实某部分在找台阶下。好，讲到蔡姐，虽然你告我，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某部分蔡壁如，人家说嫡系，真正嫡系就是他，一手创起来的，其实他功劳不可减，跟张义善虽然这个被开除了，那我应该讲说蔡壁如蔡姐现阶段来讲，他讲话也不是，不讲也不是。不讲等于说我比赛权门票都拿不到，但我讲了人家听不听，所以他讲了一个重点，我不会背滚。某部分来讲，他认为背滚的就是黄国昌、黄珊珊这些人，甚至于柯文哲一手拉拔长大的这些旁边幕僚们，他认为这个背滚最后面这些人感觉起来，尤其陈志涵，他是两边对赌啦。哪两边？什么叫两边对赌？他有可能是柯派啊，夫人派啊。但他也不排除跟黄国昌，问题是他们夫妻2个的位置能不能保住？这是我个人。所以他认为不会过，因为陈志涵对蔡壁如也是敌意非常深啊。陈志涵其实某部分骂蔡壁如嘛，不会比我们手软。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蔡壁如现在的角色，他想要争，不见得争得到。但政治上有一种游戏规则说，没关系的，有草的孩子有糖吃。有差的囡仔有等下人家，我也想要争，我也想要选，我也想要，我是正，人家只要副主席啦，对，要喊主席嘛。讲到一个重点，最后面黄国昌会不会逼着跟他合作？对，我个人认为他是志在这里，而不是真的要当党主席，因为他如果当党主席，依照柯夫人派来讲，宁可让黄国昌。黄珊珊，我也不给蔡壁如，对，所以他有可能会是变成一个合作的方式。所以蔡姐这个部分，我干嘛讲？他只是在炒糖吃，但换个角度，他现在真的有实力吗？实力足以当选党主席吗？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不太可能。所以最后面他选择会跟黄国昌合作。所以在这个部分，不管是黄国昌。蔡壁如这2个心目中其实真的都想当党主席，甚至于尤其是其中某一个人根本不希望柯文哲可以交保，甚至于可以下一个案子继续延押4个月，再下个案子延押4个月。你是说民众党的人吗？是，没错。谁？黄国昌。为什么？你认为黄国昌真的希望柯文哲出来啊？出来，当然，阿苗刚才讲到说他喜欢。掌握权力不用负责。黄国昌出来说难听，柯文哲出来说难听点，黄国昌还是有实质影响力啊，对不对？那实质影响力的情况，所有的事情前面是谁在担？是柯文哲在担啊，这符合黄国昌的个性。刚才我们上公也讲说，他在新店跟那些人的游戏，我告诉你，我亲眼看过 N 次了。他的岳父也是建商啊，对呀，恒河营造嘛，对不对？那说真的啦。他
在逐桌竞走那种身段是你想不到的身段呐，比我还软呐，比我还软。你有长骨刺吗？我当了18年，其实我个人认为我的接地气，我的那个身段够软了。对。你没有想象中比我还软，而且非常客气，没有那种咆哮的感觉，是那种专业斯文人的感觉。真的，我告诉你们，黄国昌这一招真的厉害，真的厉害。现在我们一般的民众看到媒体声量这么大的人，不管是好或坏，只要不是那种柯世海啦那种形象的话，总是有光环的。对，有光环就喜欢跟他握个手干嘛？有名嘛。他再加上他那种所谓的那种身段柔软，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OK。好，那当然，你说这里面会不会牵扯到民进党后面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媒体上面也有报道？一种第一个啦，当然讲柯文哲那个请假的过程，当你说被请假，我昨天在节目里就讲过，他如果真的要真的不管他是要辞党主席还是要什么，那你只要跟法院申请这些事情，他一定会同意了，他不会因为一个政党然后搞得，因为这跟案子没有影响嘛。你跟他申请，你要签那个东西，当然 OK， 因为羁押禁见不能私自带文件。那但是经过那院方啊，还有检方的同意，他当然可以。那接下来就看你们选举谁赢。可是现在对柯文哲来讲，他竟会讲，你们现在是要救我吗？还是要去管那个党主席的位置？你真的以为柯文哲讲出一人政党开始，不能一人政党结束？我真的这么大度，我就是希望民众党千千万万年下去，还是我希望你们大家众志成城，先变成我的铁卫队，好歹对我来讲会有帮助。难道你们真的觉得我讲一讲你们就信了？不，柯文哲也不是一般人，他的行为跟黄国昌87分像，就摇贵给谁里啦？你真的以为柯文哲怎么跟大家讲话的时候说啊，如果健康不好啊，那就希望黄国昌呢？那有时候只是一个大家那种客套，对啊，他就是问这种话，有点像阳谋。那大家说不，主席永远是我们的光。哦，听到这里的送啊，他讲是上联，你要讲下联。他那只是一个就是客套而已。可以想得出黄国昌会讲这种话。对，就是那种他觉得试探一下，就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你把他的话，可是问题是今天有人想要争大位的时候，就会把他的上联拿出来讲，忽略了当时的下联。就大家说不，主席永远是我们那一道光。所以现在连续2个，我觉得现在民众党现在分3个力量，这有点像是等腰三角形，不是正三角形等腰。哪两等腰？黄国昌当然是一派，另外一派是党中央的嫡系派，嫡系派就是血统派，就是以黄珊珊啊、柯夫人啊，还有包括柯美兰这个嫡系派。那另外我刚刚讲为什么等腰呢？这个等腰就是蔡壁如，就蔡捷。我们蔡捷的角色，你说最短那边对，他不是正三角，可是他是一个属于等腰。蔡捷根据周刊的说法，蔡捷本来想要去找那个柯夫人，就是说因为他不会的，他对党绝对忠诚，所以他希望他可以来竞争党主席的位置，他要保住柯家人的江山，一杯归棍。可是这一招呢，其实被我柯美兰看破卡丘。柯美兰已经叫他闭嘴了，不要在那边讲我爸的事情，闭嘴。所以这基本上就表示说，柯家人其实也是看壁如很不爽。那壁如也不是省油的灯，你知道他昨天怎么讲吗？他昨天在脸书就写一篇他说他说民众党就跟当年的共产党一样被追杀。柯文哲司法被追杀，高虹安被追杀。他说新竹现在是民众党的延安，这种话都讲出来了。然后说要星火燎原，要再出发。然后他现在指明，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延安长征嘛，他现在指明黄国昌是最适合的对象。而且你知道他多恶心，他还讲了一段我讲恶心，等下要告我，这是主观评论。他还讲到1992年的民进党。当年民进党元帅东征，就是黄信介主席去东征花莲，他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敢不知道？意思就是讲国昌元帅会使去征新竹啊啦，就是你知道已经捧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国昌可以先担任，因为蔡姐之前也讲过，就是说如果黄国昌要选党主席的话，他愿意支持嘛，没有代理党主席，对，就是反正就是他愿意扛把，他愿意压这边嘛，然后现在还说元帅可以出征，意思就是讲，我觉得这一招很狠。他一次踩了2条线，柯美兰看到应该已经气炸了。新竹是柯文哲的本命区，也是柯文哲全国得票最高的地方。现在你第一个，你支持黄国昌去担任代理党主席元帅嘛？第二个，你还要元帅出征去征新竹，你就把柯美兰冻上，你把这个白头山的血统冻上，还要把人家老巢端掉。对啊，你现在不但是
党主席那个抹去，你现在连他的老巢都要把他抄了。哦，我觉得你这个胆子够狠呢啊！所以他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考啊，这国昌绝对不会讲，光你们这些侧翼，好够了没？心中想说，利用法统派击溃血统派，所以国昌心里想说没办法，蔡杰你看那标 OK， 我觉得说可以，但黄国昌会不会去选清楚？我认为是不会。我们已经分析过，因为他不需要嘛。他现在好好的党主席，他如果可以接党主席或代理党主席，他立委可以去做到他爽，做到他满。他为什么要去争一个？我讲过，国昌没有100%的机会的话，他是不会下去。他如果可以接党主席或代理党主席，他立委可以去做到他爽，做到他满。他为什么要去争一个？我讲过，国昌没有100%的机会的话，他是不会下去。然后但是从蔡姐的角度，他为什么蔡姐们一直嚷？因为蔡姐她这样讲，民众党是我的。你知道有一件事情，2019年蔡姐还掌握党权的时候，她曾经指派她的秘书叫谢伯宏，后来当了高安的行政处长，邀请本人想要跟我见面。Why？他想要邀请我参选新竹市的立委，代表民众党，邀请本人。当然我是拒绝，我根本理都不想理他。但是你看他当年可以，我现在讲说，就他可以去直接，他可以决定要找谁来选举。他当年是权倾一时，如今被发配边疆，在台中郁郁寡欢，讲一下话还要被刁说你市政顾问最好不要对党务指指点点，一句话就哭了，你敢不知？所以一句话有这个机会，看着。现在小妖风大，原来铁牛运功散，人所以现在越来越整个等明确了。腰三角形在那边的时候，有点像摆档的时候，他不断的去发声，而且听说，民众党12月7号要选党代表，对不对？现在已经超过260个人报名，比上一季还多。照理讲，民众党现在声势比以前还差，理论上应该是看不对不对？结果这把车还算了零，比他们全盛时期还要多，就表示你知道这个党大家在那边就是纯粹的争，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像柯美兰每一场活动，民众党现在办你都会去，李枪我听他讲一点也靠。他都会跟底下每一个小草这边握手，有啊，画面也有啊，因为这些草就是未来选举投票的那个人嘛，所以我跟你讲，柯家其实很怕这件事。刚刚已经讲过犹大嘛，12门徒里面究竟谁会背叛阿北？现在其实对柯家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然后加上我刚刚讲，还要抄我的老巢，连新竹都抄掉了，这已经是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这个中动的情况下，现在的民众党里面真的是波涛汹涌。那我只能说，蔡姐就厉害，一开始厉害。应该我补充一下，黄国昌选新竹，如果真的他是代理党主席，或是党主席御驾亲征新竹选输的，要不要辞党主席？没，蔡姐一定会说这个主席有功，主席为我们努力。国民党都让他还选输，那一定要辞。那如果真的选输了，他一定要辞吗？那到时候又换谁独大？所以我说，其实一game不是跟他能够去杀。我看洪建一跟那个是聂远，跟蔡姐嘛。喂，没礼貌。OK， 当然蔡壁如有讲，那当周刊讲说那个贝谷说出来的时候，他会讲说那不是他讲话的口吻，好不好？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讲过那样一些的话。他觉得要在讲党主席这整个事情呢，他觉得是要陷害柯文哲、黄国昌一样一些论调。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显然是未来国内，尤其大看国内第3大政党一个主要的在野党，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尤其这跟阿北的未来的官司一定会有关系。可是，在过程当中，你现在不知道他们讲话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或是做了这件事真的对阿北是好还是不好？小平，譬如说，曲美凤这件事情，对，曲美凤这个人再怎么样。说那个医疗行为，有很多人就在讲说，你到底是要帮科还是要害科？现在讲那个医疗行为，怎么很难让人接受吧？不惜害科，也要说这种愚忠的说法，这样对自己好哈。蔡壁如不惜丢掉选票啊，他以后还想选立委啊。第二，你们民进党的党团难道不会发动围剿他？已经骂过说不务正业，没有弄市政嘛。第二，你怎么可以女人？我都可以想象你们的随便一个女生的议员，台中市议员，就我说蔡顾问，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这个很严重的冲击，被质疑那很难看的。他为什么他怎么想不到？我还是要讲，我要保留在一线生机的党里面哈。小平，可不可以问一下，媒体上面报道说，曲美凤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情弄出来，因为那个事情是2022那个时候的事，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把这件事情弄出来？
媒体的报道是说，因为你那个什么想演员那件事情，说民进党的人打你或什么，他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去打？然后你们主席的事情，大家要一起出来公平，感觉上也有某种程度要帮你出一口气。有我跟他通电话，你有跟他通电话吗？有，我有跟他通电话。他说这个事情啊，他跟我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他第二次不又开会嘛？那头不低下来，对，跟鸵鸟一样。机会道歉。他说徐美凤说，他有机会你电视上可以讲一下。他说当时那是小众嘛，就6个人也没有上媒体嘛，道歉他不会，后面就没有记者会讲这个话。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你连手指头都没有摸到演员，男未婚女未嫁，而阿北是结婚的还摸我，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整个党这样打你？他觉得看不过去。他本来这事情也忘了啦。丑后也忘记了，可是你就活该嘛！你们这些人要弄演员来打我嘛？然后他有勾起他的痛苦的回忆，他有讲这句话。大概我们那个聊天聊这个。OK。那如果这样的话，因为我今天在新闻上看到另外一段，一帅，当初那个是悠游卡的那个吗？是，就是波卡的那个争议。对，媒体上讲说有60张是。然后你说你是背了黑锅，为什么？对，波多野结衣哈，很多人的低潮的回忆啦，因为她已经退隐了哈。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10年前非常有名的 AV 女优嘛。那时候非常有名的时候，柯文哲就有一个点子，跟戴季全一直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找 AV 女优波多野结衣来做悠游卡的这个代言人啊，所以就把它印在悠游卡里面。我那时候讲是江蕙，那代表台北市哦，他非要找波多野结衣，我也没办法。我跟他讲，很红，非常红，爆红，比台日棒球赛的门票更难抢。所有人都在抢这个 AV 女优的波多野结衣的悠游卡，所以打到议员都很烦嘛。议员就说：“好，你那个捷运悠游卡公司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议员公关卡嘛？不然电话接不完嘛。对，因为选民都在服务要用啊。结果悠游卡公司真的就给议员的这个公关卡，还给了蛮多的。后来社会上有一些女性或者妇女团体就有争议嘛，毕竟是 AV 女优嘛，你可以去做商品，但是你不能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嘛，就柯文哲就丢了的时候，他不是自己觉得犯错，他说你看议员也收了一堆，然后就放给媒体嘛，议员就暴怒吗？议员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好的你要收，年轻人很喜欢，你就说我是阿伯好棒棒，好有创意，然后那个妇女团体就要来骂我们议会，所以议会就要求市府要调查市府有没有人收。那时候就开会嘛，开会柯文哲就坐在那边，然后他听了5分钟，听了戴季全报告5分钟之后鼻子摸一摸说。那个张一山你负责，那大家都傻在那边啊！我负责，我负什么责？就是散会的时候就跟戴季全问说，他到底你有没有给市府波多野结衣卡？然后他说有我说在哪里？在市长室，就是在市长室有60张的波多野结衣卡。后来市长室直接讲了，蔡碧如就你的蔡姐就丢了50张给张一山，我负责吧。那我就必须想出一套说法。说真的，这件事情拿悠游卡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哦。你帮市府行销，市长拿悠游卡送给来宾礼物或者拜访的贵宾礼物都不是问题嘛。第一个，所以没有所谓的贪渎的什么行贿的问题都没有。第二个就是你作为 AV 女优作为代言人合不合宜嘛？当然不合宜，结果要惩罚柯文哲也不面对嘛，就把他推给张一山，都是张一山拿的嘛。那我只好扛起来。说真的，因为我不选举，所以也没有这个面子问题，顶多去上了2个小时的性平课程而已。就我因此这件事情上了2个小时的性平课程嘛，所以整件事情代表柯文哲一个人格，一个叫乡民得贵啦，乡民叫乡民得贵。你去上2个小时什么性平课？你有没有打瞌睡？有。就要讲说我们要尊重女性啊，有的没的。OK， 那个柯文哲的2个性格，第一个他乡民得贵，好处他要收，当事情爆发的时候，他就故意操作媒体，你看都是议员收的，议会收的，那别人就会生气嘛。所以他为什么反走过必留下恩怨的原因在这里嘛？因为他会得罪人，得罪人的原因是他都好处都他要拿，坏处都要你扛嘛。所以这个第2个就是他会推给下面的人扛。第3个他不愿意面对问题，这件事情大不大？说大不大，你道歉一下，说下次我们不会再发行这样的卡就好了。他也不会去面对外界的批评嘛，导致今天你看柯文哲到第2任的时候的种种结果，是不是这3个所谓的性格所导致的？第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第2个
他要下面的人扛，所以他用李文忠去扛，他就推给李文忠，他觉得推给李文忠就没事，他就没事，结果还是会有事嘛。第三个就是他享敏得贵，好处他要拿，坏处都要给别人。OK， 那当然你也看到民主党今天有开记者会，这些讲被开除的这些人，然后讲一些不是事实的东西。当然，我想这个我直接讲了，我帮他补充。来，有可能张义善顾问拿60张，柯文哲没半张吗？来今天小平跟建议还有阿苗3位在，雨果市场会不会是下一个很严重的未爆弹？因为看起来这个案子目前隐隐然已经是在不管在议会啦，或是像北检都有调资料嘛，相关的这些。可是柯文哲在他如果照媒体讲的那边，他只讲到了北士科，讲到台之光，他没有讲到雨果市场。3位可不可以告诉大家，雨果市场它最严重的地方会是在哪？阿苗，你觉得在哪？最严重的地方是先斩后奏，勒索议会追加50亿。他这个是一个赤裸裸的勒索案。因为当初议会给他140亿预算让他去盖市场的时候，他设计了一个8楼的市场。然后呢，他又说钱不够用。钱不够用的话，你应该把它设计到140亿的规模。但是柯文哲他发明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做法。这个我已经确认了，因为我请蒋万安发文问21县市，有没有这案例？我也问了监察院的审计部的台北审计处处长，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案子，全国没有先例。就是柯文哲发包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是8楼的大楼，对，但是我这次招标是盖6层楼，然后呢6楼以上是后续扩充，这个一般正常的厂商有理智的绝对不可能标，因为我盖到6楼那烂尾啊，那你后续如果不扩充，那我怎么办？对不对？只有预知未来能力的厂商敢标，殊不知竟然真的有一家厂商叫中工能预知未来，他来标之后，在我们议会发生，你看现场有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议员，我们听到的都一样，市府说我要追加50亿，然后说怎么追加那么多？你知道大巨蛋整个盖好那颗蛋啊，160亿。一个果菜市场，你140加50几，已经快要接近200亿。一个果菜市场加冷链210亿了，加冷链的话，后面那些冷链加进去嘛，这是另外，反正就是盖那个会比大巨蛋还要贵。对，不可思议嘛，我们议员都觉得哪有那么贵的，但市府只丢一句话说，如果7、8楼不盖会变烂尾楼啊，前面那140亿都打水漂啊。我们完全被勒索，不能不追加，你知道吗？所以柯文哲一般我们讲说工程叫减项发包，可是柯文哲他是减楼层发包，这个手法呢，中华民国台湾公共工程史上第一名，那根本是天才，好不好？那个第1名啦，智商157想出来，那刚好搭配一个预知未来说议会一定会追加预算的这个中工。又是沈庆金，所以我说这案子其实保底啦，监察院一定会出手。虽然对柯文哲来讲，监察院出手好像现在他已经不痛不痒了，但是如果沈庆金跟他谈的东西里面被查出来，其中也有一项叫做雨果市场工程的话，我觉得后面这个他独创的手法恐怕难逃这个是不是量身打造的问题。OK， 来这。来这个问题，如果是小平讲，可能不公平啊，因为他对柯文哲有仇吧？但我应该是告诉大家，我跟他没仇，就跟黄珊珊有仇。是啊，我应该告诉大家，从2020年的3月2号签约开始，就是一系列的怪事。但在这之前，大家记得吴音宁的事情。吴音宁本来在议会的时候，我有要求柯文哲针对北农总经理吴音宁要道歉，那个事情又是另外一部分。但这个案子是从2017开始规划，2018吴音宁当总经理卸任，选完现任，这过程当中其实有提一些建议，但柯文哲在2018、2019这个在公开招标的时候，原则上是招标不出去，到了2019的年尾巴到2020的时候才所谓的减项发包，但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彭正生或者台北市政府招标2次招标不出去，去拜托中工做，有没有可能？有。但中工去说可以啊，我帮你这个忙。那你要帮我什么忙？是不是有后面的金华城案子？但我现在讲出来的一件事情，2020年的5月15号，看左边这边，2020年的2月15号就是绝标，2020年3月2号签约。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签约的时候，大家记得看一下这一张，
黄色的字的部分，第一果菜市场及万大鱼类批发市场改建工程地上5层楼含5楼顶板以下建筑工程，也就是没有6楼跟7楼跟8楼。这也符合当时吴怡宁提出可以减少11亿预算的时候，可是呢，柯文哲不采信。好，第二个，他这样的设计的情况下，大家仔细看，还没动工，只有签约而已哦。到2020年的4月30，等，你看看到2010年还没动工，中华工程就已经来函要求要6楼以上。刚才我们的合约是说5楼顶板以下，他那时候还没动工，签约完了，还没开始规划设计，就已经要求要6楼以上。那后来到2021年的5月7号第一次变更，2021年的9月3号第一次的契约变更，主体工程开工等等。我告诉大家一个猫腻在哪里？我们公共工程里面，如果原预算的50%，为什么减项发包140亿给他，他不发包140亿，他发125减项发包？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不是120？为什么不是122？为什么不是123？请大家仔细听好哦。125后来追加变更设计加了11亿是多少？136，对不对？125，那125除以2是62.5，加了11亿，对不对？然后后面我们又追加了49亿，总共加了起来是等于是60亿，60亿没有超过125亿的1/2，所以得标厂商是既定厂商优先议价。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在变更设计的时候已经讲好，第一个在2020年的10月他就要求来文说我要6到8楼。后面再来一个技巧的一个施作的金额问题，导致于这些金额没有超过50%，不用重新招标，原厂商议价就可以。用这种角度，从头到尾，整个工程都是他们包。原厂商议价就可以，用这种角度从头到尾，整个工程都是他们包。那6到8楼，各位讲说，本来盖5楼顶盖完以下就好了，6到8楼为什么要改？其实6到8楼是鱼市场的，它并不是果菜市场。那鱼市场这些东西，只是我盖好，花这些钱盖好，让渔产公司去对外招标承租，它其实没有真正的用意。那讲回来，吴怡宁的部分，当时候吴怡宁为什么会被柯文哲骂？是因为吴怡宁提出了一个减项，那个停车位，市政府要求1850个停车位，那吴怡宁认为说这些来的马上就要走了，所以我们只要降为1200个停车位就好，在6楼5楼半6楼这个部分，结果被柯文哲骂。因为柯文哲是不是事先已经跟人家谈好，我要追加到什么金额，所以骂吴怡宁。那公开的说吴怡宁不识大体，然后都没来开市政会议。事实上，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吴怡宁通电话，他说11次我都有去，都有记录。但柯文哲可能是因为我挡到他的财路，他是不是答应人家说要给追加多少金额多少，导致于他找这个借口来骂我。后来在2018选举完就把他 fire。所以整个工程来讲，这个案子渔果市场最后面会不会又是一个大 trouble？ 我告诉大家，目前看起来是你市政府是不是事先承诺人家，然后导致于到最后面问题发生在这里，后面慢慢看资料会越来越多。OK， 这也是你告的。我告的，对，而且我送去那个资料把我调得很完整哦，检察官就不要麻烦了，全部都送给他，比康熙4点还厚，很好开。所以你自己评估觉得这个案子对柯文哲来讲，比4北还危险。第一危险当然是金华城，这个第二危险啊，它的5大案里面，公堂之上公然绑标，这2个一定是商量过才能，这也不是柯文哲157人想出来，他不是做工程的，我觉得沈庆金那个鬼脑筋想出来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是图利还是收贿？那看 USB 里面跟沈庆金的金华总部被搜索的账册里面有没有在这里面有给钱？那这个当然刑度是不一样。第三。黄昌江董被叫去作证，他会问说，他要确定图利，你看确定图利一直传金华城，一直传这个副市长彭振声跟吴顺敏嘛，他传江董就是说你前面标，后来为什么戛然而止？那你有没有
接收到市长的指示，你们好朋友叫你退出。这个他讲说有，因为这人不会说谎。江董已经很生气了，江董本来很嚣张，你知道？他说：“哎，我跟你讲啦，江董品质也是真的好，比他好很多。”他说：“我跟你讲啦，环南是我做的啦，100亿哈。然后而且当初有一点在帮黄昌的味道，说要有做过大型的市场的，那一定黄昌得标嘛。那而且地缘又几乎连在一起嘛，2个地方。大家本来都想说是黄昌，全世界认为是黄昌嘛。对呀。那为什么这样？为这样的转换，我跟你讲啊，很简单。2019 10月份，黄珊珊当副市长，那时候开始走得更近。OK， 我说那个2个主席，沈主席跟柯主席哈，而且柯主席讲过一句话，说这个我柯文哲的魅力哈，只要跟男人相处3个月一定爱上我。果然沈进去已经爱上他，爱得不可自拔，这2个男人，你知道吗？所以呢，所以江董他妈傻傻的过度自信，这一点问那个上公就知道，以为势在必得，错了。感情已经生变了，第三者进来了，第三者就是沈庆金。义夫有从金华城瘾这样一直到现在，办到现在，会不会好？你说最近有一些人的民调，会不会有一些人也觉得不耐了？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对柯文哲会不会反应？而因为这个样子，对柯文哲会有一点同情？我觉得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看到柯文哲，就台湾民意基金会做了一份民调，里面对柯文哲同情与不同情哦。其实你看，哎，他不同情，同情了31%，31.5%，哎，这个数据过去看不到哎，过去你看只有20几%啦，10几%啦，20几%认为司法不公啦，等等，甚至于认为说，对柯文哲不信任高达将近70%， 68点多69%。当你看这一份数据的时候，同情既然高达31.5%，其实我蛮讶异的。民众党的支持度同一份，民众党的支持度是只有12点多。所以那19。那跟另外一份长期在做的，好像对民众党的支持度是高过对柯文哲的信任度，但这一份做出来完全颠覆另外一份长期在做的那一个整个的数字啊。那当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越来越觉得，当然你说资讯来自于哪里？就听了，好像再怎么听，就是那1500跟210在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似乎对一个图利啊，我们以后面的检方扣押的数字110亿，因为之前是羁押的时候是写200亿嘛，110亿，那对价关系是1710万。这个对价关系里面，如果你没有在新的数字，大家似乎又觉得啊，对，好，你政治现金查了210万，那1500万跑到哪里去？到现在为止都不是很明确。那会不会让一般民众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到底在干嘛？你北检到底在干嘛？就是说你除了这个1500跟210以外，你到底有没有查到金流？你就在这2个数字在那边一直转嘛。其实你不管说木可什么一大堆的那些问题的时候，它还不明确，只是我认定说你可能是不法所得，我后面未来又追偿，我要帮你扣押。但是你的具体理由什么，是不是真的如周刊所说的，另外还有钱进去？还是说从那一边？我们已知的1500、2100进来，这2边到底是哪一边进来？不明确。因为我们台湾人已经习惯一件事，当你办，尤其是办大官，或是很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尤其办这么严重的罪名的时候，他一定要看到的是，要不就是在水管里面要拿出钱，要不就是在哪里他有看到钱，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类似这样的一些我们习惯性要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对北检来讲，最大的一个压力应该是在这。你如果要证明有没有图利或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有因为给某种程度的便利造成这些结果，这个论述都 OK。但是你真的要活脱脱看到那一堆钱飘来飘去的钱或者什么，这个是有很多人要看到的是这样。但我就说金额
虽然法律上面说我举出来的只要有部分有对价，就足以起诉啊，构成犯罪。但是问题是，你法律上是这样，社会大众能不能接受？就你图利了一个110亿以上的一个东西，而你看到的对价是这样，符不符合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觉得110亿一定要拿很多，对你能不能说服我？OK， 你这其实不是法律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说服民众相信这样。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北检手头上有多少？要等起诉书出来，我们并不清楚，要看起诉书。好，比如说，从北检里面调了办那个 ACE 的那个陈文锦过去以后，专门办虚拟货币，你为什么又从4检又调了，也专门在办货币的？你侦办到一半又调进来。除我所听到的是调了3个，包括陈文锦调了3个虚拟货币的对检察官。那这一部分有没有突破，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从一个迹象说从1个增加到2个、3个，如果检察官没有一定的怀疑，手头上或有什么东西要破解的话，他这么无聊又从外面调来干嘛 ？OK， 来小平，这个民调决定啊，那个民调借我一下。这个民调是有点差异，我要解读一下这个民调，也不用那么紧张了。KMT 哈，同情他31.5，我认为10%是白的，其他都蓝，20%是国民党的，当然，这么简单。国民党如果那国民党那就是怎么样？国民党的这些20%认为，深蓝认为我们同情柯文哲，就是对赖清德的抗暴行动，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很深奥的理由。那所以这个民调如果居高不下，会加强 KMT 蓝白合的力道跟方向，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可是我觉得起诉书出来，我认为一定几亿以上很惨，就会疑虑现在1500加那么210这个疑虑1700万，为什么？我跟你讲，第一个，光投200，很可能是我给你200万，不是光投200捐200万给阿北，那个就是支出跟收入嘛，那个 USB 里面好。那今天我为什么还光投200？为什么还要继续当家律师？表示我柯文哲很想用他，但他就还是把人气被我揭发什么？表示为什么要留光投200？冷钱包嘛，显然不是虚设的，里面内容我不知道。第二，为什么找庆启人反洗钱中心？有洗钱嘛？你们那3，这都是分母哦，我不要讲的细节，我都不要谈。第三个，我今天陈佩琪敢花4300去买房子，买了。不管真买假买，跟看很多房子，我跟你讲，看很多房子就没有那么多人送你那么多房子，表示你很多钱，我底气敢看房子，没有5亿的底气敢这样去搞，所以我看那个只要是公布以后，成果是非常非常的丰硕，我认为这钱会多到检察官跟王俊立下得了台。OK， 好，那反正如果要是等起诉的话，那起诉书里面到底会怎么看？那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会起诉啊，连黄国昌都说一定会起诉。那你都已经申请羁押禁见了，那起诉大概就会这样。只是那里头能不能说服掉全国所有的民众，到底对柯文哲主席这个案子到底会怎么样？国内最近这一阵有一个案子引起很多人现在的关注，那我们一直在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劳动部的一个职员轻生的一个案子，一直在等，我们一直在等什么？我在等劳动部的调查报告，因为平心而论，我们都是外面人，我们只能从媒体上面看到一些讯息。如果等到劳动部的调查报告出来以后，你大概就比较能够去评论这件事情。只是这件事情，即便在今天劳动部的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显然还是让很多人心里面充满了非常多的一些的怨愤，甚或有人用。会不会是2024年版的洪仲丘案来形容？为什么会这样？一中，这个报告出来以后，据我知道，你非常的生气，拳头都硬了。为什么？不是 PTT 都炸锅了啊！一中。这个报告出来以后，据我知道，你非常的生气，拳头都硬了。为什么？不是 PTT 都炸锅了啊，然后连第一卡都在讨论。你要知道，这2个都是属于比较年轻人在聚集的，但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慨。
所以虽然主流媒体不一定报道的很多，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细节。它简单来讲是说，就在今年11月3号的时候，有一个劳动部的那个北分署的一个官员，他在办公室加班，那是礼拜天晚上加班留守，然后后来因为压力太大，然后他就在里面轻生了。然后隔天呢，周一清晨的时候，11月4号清晨的时候上班有同仁看到，办公室怎么有人轻生，然后就要请就是要因为就走嘛。结果这里面有一个很荒谬的情况是什么？你知道？他们说没有盖白布，然后演戏也不挂，我看北部。那通常第一个，那我们是要把抬的就做。本来要坐货梯嘛，他说因为那个长官要用货梯，所以你们不能坐货梯，所以只能把那个遗体放在轮椅上，推进一般的客用梯，然后到下面去。那个过程因为上班时间，所以很多同仁都看到，所以就开始愤怒。那这件事情其实冰冻之始，非一日之寒，它早就已经发生了。就是说，其实据说就是说，今年2月的时候，这个官员就已经有去，就是这个自轻生的这个官员，他就已经投诉了。然后当时的政次有找他来谈，就是找那个分署长，就是这一次被投诉的谢宜龙分署长，就问完以后，过没多久，那个政次竟然被调职。分署长官阶比较低，但是政治利用调职，就你就知道这分署长后台有多硬。那现在传出来说，这个分署长谢宜龙他背景很硬啊，然后他的夫家可能跟绿营有就密切啦，然后他又是可能是过去前部长许明春的人马啦，等等等，所以后台很硬。那重点是，刚刚小虎哥提到，那大家就在看报告，好，那报告出来了，今天报告出来以后，现在说没有直接关系。我觉得其实部长你不用去护他这件事，因为没你的代志。还是一进前部长跟他们之前的那个事情，你今天才5月20号才上任，其实没你的代志，但是你没说要帮你搭这两接灵，然后现在就讲说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今天乡民就开始讲说所以这样子叫没有直接关系，然后说任内那么多人调职没有直接关系。你知道我有朋友在劳动部上班，他们是怎么讲这件事？他们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封闭的高压的这个公务体系里面呢，他说如果幸运的很多人都已经找出路调走了，那如果不幸的，就像这一次的这个官员，他就在里面就轻生。然后他们这些劳动部的官员是敢怒不敢言，那个公务体系，但是他们很感动，就是说开始有人在陆陆续，我刚刚讲，因为开始在爆料，然后这件事情才会慢慢的起来，不然可能这一条生命可能就是轻描淡写又过去。这个火已经起来了，至少我可以确定是今天这份报告，大概正常人都没办法接受，就跟当年洪仲丘事件国防部那个报告出来，所以现在开始网络上有人讨论要不要上街头，然后你再搭配今天这一份民调。台湾民意基金会刚刚也是做了一个民调嘛，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柯文哲的同情度，这个是赖总统的声望，你看到赞成赖总统的声望42.8，第一次输给不赞同的43哦，跟上个月比哦，赖总统的满意就支持的这个掉了5.8%，不满意的不赞同的上升了5.3%，等于上下就是5%的这个上下空间。这份民调什么时候做的？11月的11号到13号做的。我刚刚讲劳动部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发生的？11月3号、4号发生的。搭配最近的那些光电的案子，还有波波牙医的案子，他们波波牙医这礼拜天也要上街头。还有陈其玉，就是大概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跟你讲，这些人真的会害死赖总统。我再讲一次，你们真的会害惨赖总统。就你们都不知道现在事情的赖总统虽然波波牙医踩刹车，他说他们不会再开放50个就是50个，可是你看这些事情，你扣个嘎起来一摇啊。连录音带都出来，现在网友说不合嘎仔有录音带，不然因为你知道谢宜龙就说没有啊，就是真的就我没有啊。现在录音带里面的我念给大家听，你听到就很扯。他说现在是劳动部今天的报告，我先讲劳动部今天的报告已经证实谢宜龙会在凌晨1点或是凌晨5点的时候对其他主管交办工作。那如果没有在10分钟内，凌晨1点凌晨5点如果没有回复他的话，隔天就会被他约来面谈，然后就开始去咆哮，那个录音带都有。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录音档员工的录音档里面讲，他就直接是谢宜龙的口吻他就说没有在1分钟，他们会在那个工作群组他会传赖，他说你没有在1分钟内按赞，他说这个连基本的网络礼仪都没有。这不就是一个收息的概念吗？就是说我只要大姐我传简讯，你们就马上要按知悉什么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他说什么，堂堂的一个机关首长，自己提便当，自己提饮料，能看吗？以上这不是我讲，这是那一位署长谢宜龙讲的。官威大到说连提便当、提饮料，就是你手是残废了是不是啊？你当个官员是怎样？你都不会写字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可以宠出这样的宠臣，我再讲一次
绿营的权贵宠出这样谢宜容这种货色。那现在只是说哦，那也没有停止，因为我理解部长他说，职权上他确实不能把它停止，他只能把它就是调职调到幕僚职。但是这件事情弄出一条人命，而且是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大家就这一份报告然后就结束，我跟你讲，你们大家都没事，拍谁哈？害到的是我们赖总统。大家拜托一下，不要相怨，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当年的马英九。我跟你讲，我再讲回来，当年洪仲丘事件的第一次是大家在国防部那时候很多网友嘛，包括我也去哦。我们那时候就网友聚集，然后在国防部那时候，我当时还记得国防部当时马英九的一个副部长，一个文官，他还跟大家讲出来说，好，我们会解决这件事情。跟刚一样，那个报告出来以后，完全不甩我们。后来8月3号那一年的8月3号，25万人上街头，就是洪仲丘那一场。隔年国民党就倒了，2014年国民党得啊。OK， 我爱护民进党，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大家要把它看一回事，不要让这样子就官官相护就过去。因为网友的火烧起来，那其实背后是很可怕的。我刚刚一开始就跟观众朋友讲，我们一直在等这份报告出来，因为你外人都只能从一些媒体去看到一些资讯，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论断。可是报告出来以后，你就可以从报告里头可以回头去看得出来，而且另外一点建议，这不是这1个月发生的事，是。这整件事是从包括好了，亲生的事情是在这个月，前面包括连次长约谈，那是很久的事了。是，我不要说官官相卫或什么吧，结果一路到了现在，到最后刚才一中讲的意思是，也许这些官都还可以好官我之为之，到最后是赖总统扛了，他会变这样。我应该是讲在做选举，我们3个选过举了哈，我们这3位。选举要票的时候，是我发面纸0.5分，我发一支笔0.5分，慢慢加到60分及格动算。那总统一样，你现在一点一滴的一直在扣分数，到最后面受害的是2028他选连任。所以我要讲这件事情最让人家气愤的，我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我最气愤的是说，为什么连死者要坐电梯都不准？这才是民众炸锅的点。那当然，霸凌的东西不是大家讲说我只是嘴巴骂你啦，其实霸凌的层面有很多，包含心理、生理、环境以及精神灵性，都是霸凌的方向一种。所以呢，这种长官这样子的交代，你要10分钟给我回复，或者你要1分钟给我回复，不然明天我叫来罚站骂。这种人其实不适合当主官，要当一个分署长，他的职等是12职等起跳。那你说他背后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说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现在的劳动部部长这件事情，如果你再这样放任下去，真的如同他后面真的有交情，那我告诉你，你更要办，因为以赖清德的个性，也个性是有政治洁癖的人呢。第二个，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个谢分署长，你们家真的挺赖清德、挺民进党，你这个时候你应该知所进退啊！整个事情燃烧起来，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一个领导统御出了问题，包含你个人的领导统御指挥有问题，所以才导致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发生。我只能说，民进党的部长、劳动部部长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不管有没有影响到未来2028、2026选举，但这个民意集结起来，这种反弹的声音，如同洪仲丘当天25万人，全很多都穿白衣服。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再发生，吃亏倒霉的是本土的民主进步党。那这个事情真的要神圣的以待，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更何况这个福恩署长让很多下面的公务人员，大家都知道公务人员我要升一个职等多难啊！甚至于在他任内，有些人降调，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哦，是5、6个人降调到其他部分。我9职等，我宁愿变7职等。为什么？不要在他手下做事。对，不愿意在他手下，因为在他手下做事没有人权的话，或者没有一个基本待人的道理跟礼貌性的话，很多公务人员都会走。不，你知道，我们台湾常讲死者为大，但是结果竟然走了以后，不能盖白布，不能从一般的，你看就算货梯或什么，他说法是不能盖白布，是影响观瞻啊，不是。你能想象有这样的一些事吗？他说他有通灵呐，署长说他通灵呐，他觉得死者就觉得谢谢他生前有照顾他了。
能想象有这样的一些事吗？他说他有通灵呐，署长说他通灵呐，他觉得死者就觉得谢谢他生前有照顾他了，这种鬼话都讲得出来，而且最扯的是他是劳动部呢。对我刚刚讲，所有的部位里面真正应该最 care 劳动权益的劳动部里面最 dirty。我跟你讲，这真的是荒谬啦。这件事最讽刺的是发生在劳动部，对，所有全国的劳工的权益要靠劳动部。对，结果在劳动部里面的一个官儿，让他的下属发生了这样的事。劳动部今天的报告其中有几项，第一个说直接的死因不是因为霸凌，不是因为这些相关的事，我也不知道。那直接你所谓的直接死因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一个霸凌把人给搞到，你所谓的直接死因是说他是自己拿刀自己拿什么？你是指这个吗？他杀吗？法医来验嘛？不是，我不知道这报告里面说哦，直接死因不是因为霸凌或什么，这种事不就是长期累积到受不了的这种东西是日积月累。然后里面还有一段是告诉你说，那位分署长他的本意是良善的，不，这为什么在里面报告要出现这些啊？陈明，我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很中规中矩的把过程，然后你们觉得对他的惩处，尤其对那个下属，他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告诉我，你帮他加这些词干什么呢？什么叫他的本意？所以他的本意是良善的，这个人根本不应该去轻生的意思。代表他有那个行为啊？我不懂这些，难道是死得其所吗？对啊，我不懂啊。今天狗官写这样的报告，怎么所以才炸锅在 PTT 嘛？重点是谢宜容，你为了要掩护他。他是怎么样间接造成杀人的凶手？你为什么为这样子的间接杀人的政策杀人、个性杀人的凶手，你不惜动摇国本？现在赖清德的民调死亡交叉咯，这个案子觉得差，如果弄大一定差3-5%那个满意度，很可能。我常常讲打篮球来比喻啊，民进党打台湾处理性，我们这几年跟老公靠太近，所以说三分球啊、快攻一下把比数拉开20-0，就总统就输了。我比喻这样，可对不起哦，现在回到这个内政哦，回到劳工权益是阵地战，你要小心来清德。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请问你啊，不盖白布会不会死不瞑目？会啊，你把人家害死，你现在还要让人家死不瞑目，怎么会有这样的署长？那这个署长是怎么样？半夜1点到5点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人家，什么人啊？这什么劳工权益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台北市议会也有个议员，他妈都半夜1点骂到2点，人家那个电话又不敢挂，不能挂，突发局长不做了，老娘不做了，可以吧？我不要被你这样羞辱嘛。他来跟我澄清了，我也去质询了，但我保留这个议员的名字了哈。我跟你讲，这个人动辄彪骂，然后怎样呢？他81个因为他离开那主管哦，9位主任。然后5位科长、2位股长、1位厂长，我不要做了。主管不做，主管加级，差1-2万的我都不要了。你为什么许明春你不要选高雄市长？我跟你讲，你民调最后一名了。我在我的节目讲了，做了内部的民调了。你现在又跟你推荐的，你把他升官用直升机升，退出选举了。许明春不要胡闹了啦。来，上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看到了那个报告，我觉得。是不写可能还好一点，写了更让人觉得反感。第一个叫做直接死因影响叫做工作量大。你劳动部你劳动部一天上班超过16个小时你劳动部你现在告诉我说我劳动部的员工工作量大，一天。可以上班16个小时，你不理的你不要写就算了呢。你劳动部不是都在稽查其他的劳工是不是工作劳检过呢？因为没有人查他们。结果你员工工作16个小时然后跟这个霸凌没有直接关系，那你告诉我有没有间接关系？你只一句话告诉我没有直接关系。那有没有间接关系？最简单的一件事，我是他的官，我骂他，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回去要管他，你认为他心情会好吗？他工作情绪会好吗？上公，我刚刚讲的是我听不懂这句话。说他的直接死因不是因为霸凌。对，哪一个骂人或被骂、被羞辱、被什么，到最后那叫直接死因，那骂不死人。
被霸凌长期累积的结果，有人可能选择跳楼轻生，有人可能用其他。你告诉我，因为我不懂你写直接死因不是因为霸凌，你写这个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霸凌不会死人啊，大哥。但问题是，它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啊！你写那段话，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讲说，不是因为那个分署长，那个就算有霸凌，不是因为分署长霸凌的结果造成这样，那个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再加上他本意良善，我完全不懂这些词加进去，真的就是要把全国人惹毛的意思就对了。我真的不懂啊，就是说，你整个的报告，我是说这种报告不写比写还好。你不写，你顶多被骂说你报告怎么还没出来？你一写出来是大家就觉得你在写什么？然后你在写什么？有没有霸凌？其实那是一个行为，因为你掌上里面的一个行为，你到最后都是写那种没有直接霸凌啊，什么没有直接关系，利益良善啊，工作量大啊，怎么样？其实讲来讲去，你只给人家一个感觉嘛？你到底这份报告要帮忙解脱些什么事情？你到底要拖什么？帮他脱罪啊！你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在问的是说，到底谢宜龙有多硬到你们都怕他？你到底这份报告的意思？你在闪躲什么嘛？你给人家感觉你就是在闪躲某些事情。今天说一句白一点的话。有这么大的背后势力吗？你在闪躲什么嘛？你给人家感觉你就是在闪躲某些事情。今天说一句白一点的话，有这么大的背后势力吗？看起来有多大？看起来大到你看呢，再怎么大，连部长都落泪，都还不敢动他呢。再怎么大有郑文灿大吗？对，你大有谁大？请问他的后台是直接走进总统府，可以直接开门进总统室吗？总统办公室吗？没有，就没有很大。就办啊，你就把所有的东西写出来嘛，人家社会还会觉得，你劳动部。你至少去处理了一些问题，包括你劳动部对你自己的劳工可以加班到16个小时这件事，你都觉得不对，要处分。你让人家觉得说，你对你劳动部的员工遭受到这样待遇，你要怎么处理嘛？来，阿苗，我觉得劳动部的这个报告恐怕是把这个危机会扩大。当然，绝对是扩大。因为这个报告给人一种欲语还休啊，然后感觉好像里面有更多内幕的样子。我觉得劳动部或者行政院整体来说太轻忽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呢有非常多的各种的推测，全部都来讲。那你要解决民众的疑虑，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公开透明来处理嘛。那可是他的报告写的这样子欲语还休，就让他觉得说，那你到底在怕什么？现在大家都怀疑一个分署长难道真的通天的本领？从上到下，下面的人怕他，上面的人也包庇他，哪有这种道理？大家就会去联想这后面到底还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嘛？那所以今天这开的记者会，虽然说部长鞠躬道歉，很多网友马上觉得奇怪啊，所以部长还要帮这个分署长道歉哦，这分署长都不用道歉。也不用出来面对，也不用说明他的，因为今天这个报告看起来，你说他领导统御有问题，他都不用面对。这个一般在职场上只要有工作经验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嘛，到底怎么回事嘛？那所以另外我也看了这个他的所谓的处分的内容，我觉得什么把他调离原职、调非主管职，然后这个送考机会啊，这不痛不痒吧？真的是不痛不痒，你拿个苍蝇拍打老虎要干什么？考机会是处理什么？记过的记过，当过公务员就知道嘛，记过。现在也快年底了，你今天记一次过，明年你又无事一身轻啊，顶多扣点奖金而已啊。你今天要拿出严正的态度处理这件事情，毕竟你自己的员工在工作岗位上，你丧失宝贵的生命的时候，好歹你要主动把他送监院、送惩戒法院去吧。公务员惩戒法里有规定啊。
劳动部你可以把他送去监察院、送去公务员惩戒法庭那边去啊。这基本动作你做了没有？你现在整个人弥漫的一种气息是，外界对你的质疑会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非但没有拆弹，你自己这个调查报告也成为另一个新的炸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恐怕已经不是说什么劳动部自己可以处理了，他需要院的层级出来，把这件事查明，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其实你劳动部也可以自请把这个案件送台北地检署嘛，让司法来查这中间到底还有没有所谓的，比如说大家在质疑说强制税的问题，你有没有逼迫这个员工呢不情不愿的加班？这些事情你就自己，有人讲说这个你要自清，不是一直说我没有做就可以自清，你要展现出一个所有人都来查，我不怕你查，查个清楚，这才叫自清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恐怕现在在这个程度，如果院没有出来处理的话，它会成为刚才易中讲的那个民调的转捩点。这个事情部长会下台，才能止血。来，第三。第一个这个佩珊我们都认识了，他立法院待很久，应该是最贴近民意、贴近民心。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会爆炸锅，而这份报告却是更炸锅所以官官相卫的报告结果就会这样子，所以已经不适合由劳动部自行在处分了。第二个就是工程会嘛，工程会应该出面，到底有没有公务人员的违失的问题？第二个，第三个。监察院要出来了，才刚好是说你陈局人马，那是不是陈局人马？监察院要不要立案调查？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整个劳动部或者这个所谓的分署有没有所谓的行政过失的问题嘛？另外根据刑法第276条，雇主如果因为所谓的过劳而死亡的话，这个当然不是直接死因，但是他因为精神压力而去轻生，他当然有没有触及所谓的刑法第276条的所谓业务过失，你都应该送给所谓的检调来做侦办，才能够弭平现在的民怨啊。OK， 这整件事情，我刚刚讲最讽刺的是发生在劳动部。那这整个报告出来以后，显然不管是在年轻人的包括 PTT 啦，或者是 Dcard 所有族群，甚或一般的舆论，你可以想象出来引起的一些的民怨。那接下来呢，你看到劳动部长道歉，当然他是要表达承担所有这一切，可是问题是。现在诚如几位来宾讲，真的是在劳动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到不管是再拉到院的层级，或者有任何一些其他一些处理，一条人命，而且走的时候不能照我们台湾人的传统所知道的那些状况，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案子，大家所看到这些层面。未来到底这件事情会怎么样？还会往下延烧吗？还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的风波？那我觉得大家要关注这一件事情。OK，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